四会煤炭协议，蒙古国还想免费租天津港土地50年，卖韩国的稀土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单方面四会煤炭协议，蒙古国又提了无理的要求，中国绝不接受。前不久，蒙古国总理访问韩国时就表示，希望让韩国釜山港成为蒙古国对外贸易走廊的一部分。期间，两国还签署了相关的协议。蒙古国方面计划将稀土卖给韩国，并邀请韩国企业参与蒙古国新建设的新国际机场项目。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，蒙古国想要对外出口，想对韩国出口稀土，借道中国是最好的选择。近日，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长访问天津，直接提了一个十分过分的要求，就是想免费租赁天津港10公顷的土地50年，用来存放他们的进出口货物。前脚与韩国签订稀土出口协议，后脚就来中国租地，这其实已经很明显了。但是蒙古国似乎忘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美国此前一直在拉拢韩国加入到围堵中国芯片产业的行列，想要限制对中国出口芯片制造。现在蒙古国却要用中国的港口向韩国出口稀土，最后让韩国和美国来围堵中国。蒙古国有考虑过中国的感受吗？实际上，蒙古国一直干着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。此前，蒙古国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蒙煤炭协议，转而把煤炭交易方式全部改为拍卖形式。这意味着中国以后购买蒙古的煤炭就多了一个竞配环节，要付给蒙古国更多的钱。而事情的起因也是因为去年蒙古国国内被曝煤炭贪污事件，相关行业的数十名员工挪用了数十亿煤炭收入，这直接导致了蒙古国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，要求当局查清此事，并且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最后，蒙古国直接来了一个一刀切，表示这一切都是因为交易不够透明，才导致了贪污事件的发生。所以以后蒙古国的煤炭必须通过拍卖交易的方式进行。从这件事情当中就不难发现，蒙古国从来都没有把中国的利益考虑进去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中国拒绝蒙古国的无理要求，其实也没多少负担，牺牲中国利益来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，光凭这一点，中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蒙古国如果真的是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的话，那么就应该先弥补此前撕毁煤炭协议对中国造成的影响，而不是默不作声，还一味的对中国继续提一些无理的要求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